我们总以为黑暗是危险的，是不该碰触的，是必须避开的。于是我们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忙碌，用理性去压过感受，用微笑去掩盖悲伤，用前进去逃避还没痊愈的创伤。但黑暗不会因为我们不看就不存在，它只是静静地躲在内心深处，在夜深人静时，在失控的情绪里，在你独处时冒出来，提醒你我还在。我们都曾经逃跑，逃跑不是懦弱，而是还没准备好。那不是错，只是一段过程。但如果你愿意停下脚步，愿意不再用力否定那个受伤的自己，你会发现那些黑暗其实从未想毁掉你，它只是想让你回来看看，你曾经为了生存遗忘了多少感受。黑暗是灵魂未被理解的地方，它之所以痛，是因为太久没人碰触它。它不是敌人，而是你的一部分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被爱上。当你停止逃跑，不是代表你脆弱，而是你开始愿意靠近真实的自己。黑暗中其实藏着你最深的力量，他知道你曾经多努力活下来，也知道你心中有多想被温柔接住。不是所有光亮都要来自外在，有些光是你在黑暗里选择不逃时，自然从心底长出来的。那是一种安静、稳定、无需证明的力量。请你记得，你不是需要修正的问题，你是需要理解的存在。而每一次你选择靠近伤口，都是在为自己打开一条通往光的门。你可以哭，你可以累，你可以停下来，那不会让你失去什么，那只会让你离自己更近。当你不再用我应该要怎样的标准去衡量自己，你才真正开始爱上现在的自己，那个跌跌撞撞却仍不放弃靠近光的你，早已是灵魂最真实的勇气。你不需要完美才能值得光，你只需要诚实地对待自己的黑暗。当你愿意坐下来听他说话，你会发现他一直都在等待这个拥抱。所以停止逃跑吧，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与黑暗共处，也准备好让它转化为光。你所害怕的那片深夜，其实正是你蜕变成新的自己的地方。有没有那种时刻，你觉得自己像被拉扯的线，往两个方向紧绷着，一边是想前进的渴望，一边是怕受伤的恐惧？你以为只是情绪反复，却忽略了这是灵魂正在呼唤你停下来听一听它的声音。我们习惯把矛盾视为问题，我怎么又想太多了？为什么我就是不能果断一点？怎么总是犹豫，连简单的选择都拖延？但你知道吗？这些来回的拉锯，从来不是你有错，而是某个还没被拥抱的自己，正在用他仅有的方式求生。内耗不是脆弱，是你心里有太多未说完的故事，有太多被压抑的声音。那不是你不够坚强，而是你一直都在努力维持和谐，只是没人教你怎么同时拥抱矛盾。我们的内在其实就像一个多面体，有一面想突破，有一面想躲起来，有一面爱着光明，也有一面习惯黑暗。而真正的疗愈，不是去压过哪一面，而是让每一面都能被看见。你不是矛盾的本身，你是那个能够承载所有声音的容器。你不需要排斥拉扯，因为那是灵魂在提醒你，这里有东西还没被你理解。当你感觉疲惫，不是你能力不足，
而是你太久没听自己说话。你习惯为他人考量，习惯在外界的眼光中调整自己，以为牺牲一点就能换来认可与平静。但真相是，只有你先听见自己，才会有真正的安定。试着安静下来，问问自己，此刻我内心最想被理解的是什么？也许是那个从小总被说太敏感的你，也许是那个为了不让人失望，总是压抑真实情绪的你，也许是那个在选择面前动弹不得，只因太害怕再一次犯错的你。这些声音不该被压抑，它们不是你前进的阻力，而是你成长的契机。因为当你愿意聆听，他们就不再需要用痛来提醒你他们的存在。你的灵魂其实一直都知道方向，只是它需要你先学会倾听与接纳。它不会用吼的，不会强迫你改变，它只会静静地在拉扯之中，用情绪的方式告诉你，我在这里。每一次的情绪起伏，都是一场回家的邀请，不是回到过去，而是回到自己内在那份最真实的所在。当你不再与自己对抗，那股分裂的痛会慢慢变成融合的力量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不要急着把矛盾推开，也不要急着做决定，只为了结束不安。你可以允许那份不确定存在，因为那正是你蜕变的空间。让每一个声音都说完它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内心的拉扯原来只是灵魂在渴望。请你看见我。有一天，你会感谢这段看似混乱的时期，因为正是在这里，你学会了怎么理解自己，怎么接住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情绪。而当你真正看懂了自己，也就再没有人能定义你了。你不是需要修复的问题，你是值得被听见的存在。只要你愿意停下来，给自己一点空间，那个拉扯的力道终将成为你最深的力量。有时候，你会不会也怀疑过自己？为什么明明渴望改变，却总在关键时刻退缩？为什么一边想被看见，一边又害怕被看穿？你以为这样的自己很矛盾，甚至开始怀疑，我是不是有问题？但亲爱的，你不是矛盾的本身，你只是正在学习如何去爱那个不完美的自己。我们都曾以为爱自己是理所当然的事，直到生命开始要我们面对真正的自己，不是外在的成功，不是他人眼中的样子，而是那些会在夜里静静掉泪，会在选择面前踌躇，会在批评中瞬间崩塌的真实模样。爱自己不是口号，那是一场深刻的练习，是一段与内在拉扯不断对话的过程。有一部分的你想要坚强、进步、突破框架，但另一部分的你仍停留在过往创伤的余震里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不想再受伤的自己。这不是矛盾，这是智慧。因为灵魂从来不会只朝一个方向前进，它会在光与影之间反复穿梭，直到你真正学会拥抱自己。你不是在变好的路上迷路了，你只是走进了更深的自己。每一次质疑，其实都是一次机会，让你可以更温柔地看见那些未被理解的部分。你会发现，那些让你反复挣扎的，不是选择本身，而是你内在那个还没有被充分接纳的自己。每当你试图强迫自己要坚强，要放下，要成熟，那个渴望被爱的小孩就又被推远了一些。疗愈不是去压制情绪，减掉缺点，消除脆弱。疗愈是当你看到自己的混乱时，仍愿意说一句：
没关系，我在这里。这不是退让，而是自我慈悲的开始。当你学会不再对自己失望，不再对情绪设限，你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，一种来自内在的宁静，让你在面对世界时，不再急着证明什么，也不再害怕不够什么。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件一蹴可及的事，它可能需要你一次次跌倒，一次次回头，但你会越来越知道，原来不是你太情绪化，不是你太容易受伤，而是你比谁都渴望被看见，被理解，被允许成为你自己。所以，请不要再用我怎么那么矛盾来责备自己。请记得，每一份内在的挣扎，都是灵魂正在为你铺一条回家的路。当你越来越能接纳自己的多面性，你也会越来越明白，原来爱自己的方式，就是允许自己复杂，也允许自己简单，允许自己勇敢，也允许自己害怕，允许自己前进，也允许自己停留。在这样的允许里，你将不再被矛盾定义，而是成为那个能够温柔包容一切的自己。你从来不是问题，你是一段正在学会爱的旅程，而这旅程因为真实，所以值得。因为你愿意走下去，所以每一步都在发光。我们总被教导要强大，要积极，要不畏惧。于是，一旦我们感到软弱、焦虑、动摇，就下意识地将那些情绪视为敌人，仿佛只要够坚持、够果断、够冷静，就能把不安和脆弱彻底赶走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是对抗，内在越是纷乱，越是压抑，情绪越是反扑。你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你只是太久没停下来，好好听听自己。我们对外总是努力维持正常的模样，却常常忽略了那个内心呐喊的自己。他只是想被听见。不是所有的混乱都需要马上整理，不是所有的情绪都必须立刻解决。有时候，那些你拼命想搞定的部分，只是想说一句“我好累”，停止与自己对抗。不是放弃成长，而是选择一种更温柔的方式前行。从聆听开始，聆听那份早起后提不起劲的无力，聆听那个明明在笑却觉得空洞的时刻，聆听那些反复出现的念头，那些你不敢面对的情绪。你不必马上理解它们，你只需要允许它们存在。因为当你开始听，心里的战争就会慢慢平息。你会发现，那些看似矛盾的声音，其实都来自一个核心，那就是你内在渴望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允许真实。有一种力量，不是来自于压制或控制，而是来自于觉察与接纳。真正的稳定，不是让自己永远无波无澜，而是当风起时，你知道自己可以安然在其中。请给自己一个空间，不需要解释，不需要分析，只是坐下来，静静地问一句：我现在真正的感受是什么？也许你会惊讶，你以为早已习惯的疲惫，其实是一种孤单；你以为是懒惰的逃避，其实是灵魂在求救。你的情绪不是问题，它们是指南针，而每一次你愿意听，它们就会少一点尖锐，多一点温柔。当你停止对抗，转而聆听，你会发现内心并不是真的混乱，它只是从来没有被你真正理解。这样的你并不需要变得更好才能被爱，这样的你已经够好，
只是还不习惯被自己接纳。别再责怪自己为什么还在原地，因为你不是不够努力，你只是太久没有好好陪自己走这段路。停止与自己对抗，从今天开始，从每一次深呼吸开始，从每一个诚实的念头开始，从对自己说我愿意听你说开始。当你真正愿意听，你会惊讶，原来那个你以为最难相处的自己，其实一直只是在等你转身拥抱他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